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在野说。中国的电动车梦正在欧洲这条黄金大道上摔了个大跟头。曾经风光无限的中国电动车企，如今却被欧洲市场狠狠甩了一巴掌。根据汽车研究机构 Dataforce 的最新数据，今年2月，中国车企生产的电动车在欧洲市场的注册量占比，竟然从去年6月的 11.1% 高点惨跌到如今的 6.9%， 创下了自2023年2月以来的最低纪录。这可不是小打小闹，而是实实在在的断崖式下跌。曾经信誓旦旦要出海称霸的中国车企，怎么就落得如此凄凉的下场？今天咱们就来扒一扒这背后的辛酸故事，看看中国电动车在欧洲到底怎么了，为什么混得这么惨。先来看看这冷冰冰的数据，简直像是一记重拳砸在中国车企的心窝上。2024年6月，中国电动车在欧洲市场的份额还稳稳站在 11.1%。那时候，国内媒体一片欢腾，说什么中国制造席卷全球欧美市场，也要向中国低头。结果呢，还没过1年，到今年2月，这个数字就直接腰斩到 6.9%， 比1月的 7.8% 还要再跌一截。别看这几个百分点好像不起眼，背后可是几十万辆车的销量和无数投资打了水漂。相比之下，欧洲本土的电动车市场虽然也在挣扎，但至少还有像特斯拉、宝马这样的大牌撑场面，而中国车企呢，在欧洲街头几乎成了隐形人。你去欧洲走一圈，街上跑的豪车基本是意大利的法拉利、兰博基尼，好车是德国的奔驰、宝马、代步车呢。日本的丰田、本田，韩国的现代、起亚轮番上阵，哪有中国车的影子？偶尔瞥见一辆比亚迪，感觉就像是外星人入侵，稀奇的让人忍不住多看2眼。有人调侃中国电动车在欧洲的市场份额掉到 6.9%， 街上根本看不到，名字还奇奇怪怪，齐汉唐宋元，咋不叫明清呢？这话虽然刻薄，但也戳中了痛点。中国车企在欧洲的日子真是过得太惨了。抛开技术不说，光是品牌营销这块，中国车企就给自己挖了个大坑。看看人家欧洲车企，名字多有腔调，保时捷 Porsche 听着就高雅，法拉利 Ferrari 一听就热血沸腾，连韩国的起亚 Kia 都简洁明了，朗朗上口。再看看中国车企，尤其是比亚迪，起的名字简直让人摸不着头脑。什么王朝系列，秦、汉、唐、宋、元，听着像是历史课本里抄来的，偏偏还少了明和清，这是啥寓意？是觉得明清不够辉煌，还是怕欧洲人听不懂？更别提还有海洋系列里的驱逐舰、护卫舰，这是在卖车还是在造军舰？有人吐槽比亚迪这名字起的跟军事博物馆似的，欧洲人看了估计以为是来打仗的。这种命名乱象，直接把中国车的品牌形象搞得稀碎。欧洲消费者买车不光看性能，更看品牌故事。你说秦代表啥？是秦始皇的霸气，还是统一6国的雄心？没个清晰的解释，消费者哪有共鸣？反观丰田的卡罗拉 Corolla， 名字来源于拉丁语花冠，听着就轻快优雅，跟它定位的家用车完美贴合。比亚迪呢，一堆历史名词砸过来，欧洲人一脸懵逼，压根不知道你在卖什么情怀。更惨的是，这种品牌混乱还延伸到了宣传上，广告词空洞，设计语言不清不楚，完全抓不住欧洲人的心。中国车企的惨淡，不光是名字问题，更深层次的是那股根深蒂固的内卷文化根本出不了海。国内车企习惯了靠低价血拼，压榨员工、供应商，996都不够，还搞什么896、007，用极低的成本换来价格优势。可到了欧洲，这套玩法彻底失灵。
欧洲有强大的工会，员工敢罢工，法律还严得要命，劳动法、环保法一堆条条框框，你敢让工人007试试？分分钟被罚到破产。更何况欧洲消费者也不是傻子，他们想要的是品质和信任，不是一堆廉价货。看看数据吧，根据 Fraunhofer ISI 的报告，2024年欧洲电动车销量整体下滑了 3%， 其中纯电动车 BEV 下跌 6%， 插电混动 PHEV 下跌 5%， 总共卖了190万台纯电动车和86万台插混。而中国车企呢，本来就只占个零头，现在还从 11.1% 掉到 6.9%， 连这点可怜的市场份额都快保不住了。反观特斯拉，虽然也在降价，但人家靠的是技术和品牌效应。2024年 Model Y 在欧洲还是卖了超过20万辆，稳坐畅销榜前列。中国车企拿什么拼？比亚迪的宋也好，原也罢，价格是低，可质量投诉频发，电池续航缩水，售后服务跟不上，欧洲人买了一次就不想再碰。更惨的是，欧盟还给中国车企来了个当头一棒关税。2024年7月，欧盟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动车加征了临时关税，比亚迪 17.4%， 吉利 19.3%， 上汽高达 37.6%， 这还不算原本就有的 10% 基础关税。结果呢？中国车企的成本优势瞬间被抹平。有帖子说，欧盟关税效果显著，中国电动车在欧洲份额从 11.1% 跌到 6.9%， 陷入2年来最低谷。这话没错，关税一压，中国车企本来就薄的可怜的利润直接没了。你可能会说，特斯拉不也在中国生产吗？它咋没受影响？因为欧盟给特斯拉开了绿灯，只加了 9% 的关税，理由是特斯拉受中国补贴较少。这差距一目了然，比亚迪一辆车成本涨个 20%， 特斯拉才涨 9%， 欧洲消费者当然选后者。更何况特斯拉还在德国建厂，直接本地生产，彻底甩开了关税的紧箍咒。而中国车企呢？比亚迪虽然计划在匈牙利建厂，可到现在连个影子都没见，进度慢得像蜗牛爬，哪赶得上趟？回头看看国内，中国车企的日子也好不到哪去。经济下行，消费疲软，车市蛋糕越来越小，企业只能靠降价死磕。2024年，比亚迪卖了400多万辆车，乍看风光，可利润率呢？据一季报显示，比亚迪裁员3000人，营收下滑，利润却靠压榨员工和供应商硬撑着，毛利率也就 10% 左右，远不如特斯拉的 20% 以上。更别提宁德时代这种赚钱机器，利润率高达博士的2倍，可还是搞起了896工作制，员工怨声载道。这种内卷文化，害得中国车企在国内喘不过气，出海又被嫌弃，里外不是人。再看看分配制度，简直是雪上加霜。中国财富高度集中，上层吃肉，底层喝汤，老百姓买车都得掂量半天。2024年，中国乘用车销量预计2500万辆，其中电动车占了 40%， 可这增长背后是政府补贴砸了5200亿元，约720亿美元，硬生生把市场撑起来的。如今补贴退坡，内需萎缩，企业只能靠出口，可出口又撞上了欧洲的高墙。老百姓呢？工资不涨，房价压身，连辆几万块的电动车都买不起，市场彻底瘫了。再来说说欧洲市场的残酷现实。欧洲人买车讲的是传承和品质，意大利的法拉利卖的是速度与激情，德国的宝马卖的是操控与豪华，日本的丰田卖的是耐用与省心。中国车企呢，卖的是便宜，可这在欧洲行不通。Jeto Dynamics 的数据显示，
2024年，欧洲新车注册量1290万辆，比疫情前少了290万辆，市场萎缩的厉害。可即便如此 ，SUV 占了54%，豪车、好车照样卖得火爆。中国车企的低价策略根本挤不进去。更扎心的是，欧洲人对品牌的忠诚度极高。BCG 的调研显示，欧盟有13%的车主选纯电动车，可他们更信赖传统大牌。40%的电动车主抱怨续航问题，但宁可买贵点的特斯拉，也不碰便宜的中国车。反观中国，27%的车主选纯电动车，靠的是价格和政策，可到了欧洲，这招彻底失灵。丰田在美国能靠品质取胜，韩国车靠性价比逆袭，中国车企却还在低价倾销的老路上挣扎，压根没摸到欧洲市场的门道。中国电动车在欧洲的惨状真是让人唏嘘，从11.1%跌到6.9%，从风光无限到无人问津，这一路走来满是血泪。品牌乱七八糟，内卷文化害人害己，关税又压得喘不过气，再加上国内市场半死不活，中国车企真是被逼到了绝境。有人感叹中国车企在欧洲卖不动，名字怪，技术糙，街上全是意大利豪车、德国好车、日韩代步车，哪轮得到秦汉唐宋元？这话听着刺耳，却句句在理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你觉得再也说的有点道理，别忘了点赞、留言、转发支持一下。咱们下期再见。